迎来到进转全球，我是吴彩妮。全球的股市在今天回神了，日股报复性的上涨超过3200点，台股也一口气反弹了670点。但是对于星期一这一场史诗级的暴跌呢，投资人还是余悸犹存的，让不少的股市老江湖想起了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股灾。1987年10月19号那天也是黑色星期一，美股在一天之内就暴跌超过22%，全球其他股市也都倒成了一片。这张照片呢，就是加拿大多伦多交易所当天的情况，交易大厅一片愁云惨雾，交易员的纸张呢被丢得到处都是。昨天全球股市哀鸿遍野，日股在一天之内就狂泻了超过4400点，跌幅超过了12%，但是还是没有超越1987年股灾的记录，可见37年前的黑色星期一有多惨烈。而有不少人担心37年前的灾难会再度上演，但是其实呢，如果能够跟当年高度相似的话，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当年的股灾并没有导致美国的经济衰退，也不像2008年金融海啸那样，对于金融体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还进一步的冲击到了实体的经济。而且当时呢，美股在2年之内就收复了指数，回到股灾之前的高点。华尔街日报就指出，截至目前为止，全球股市这一波大跌，算是1987年股灾比较温和的版本。要是情况能够按照1987年的剧本继续下去，反而会是相对理想的结果。因为虽然当时的股市跌得很惨重，但是很大程度的冲击都是集中在市场的本身，影响的范围相当的有限。那我们来探讨一下1987年股灾的时空背景。当时美股标普500指数在当年8月触顶之前的8个月，一共上涨了36%，这个涨幅是相当的可观。这个情况呢，其实跟现在是有一点像的。标普500指数在来到今年高点之前的8个月，也上涨了33%。那在联准会的政策方面呢，当时的货币政策跟今年是一样的，也是紧缩的状态，而且呢，债券殖利率今年以来也都是呈现上涨，在1987年也是同样的状况。那投资人心态的部分呢，美股在今年是持续的走高，其实很多投资人都是戒慎恐惧的，准备好要抛售股票了，要获利了结。同样的，在1987年那一年呢，投资人的心态也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们探究一下全球股市最近大跌的原因，那其中一个就是美国的经济数据意外的低迷，所以市场担心联准会可能是太晚降息了。所以有不少人希望联准会在下一次9月份开会之前能够紧急降息，甚至还有人喊出应该要一次就降3码。我们回顾一下联准会的紧急降息记录，1987年10月19号，就是美股上演黑色星期一那一天呢，联准会当天就紧急降息了。在这些救市措施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刚刚讲到了，美股不到2年就收复了所有的跌幅。然后接着在1990年代初期，联准会呢也曾经因为经济衰退，还有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关系，在例会之间好几次的调降利率。1998年，长期资本公司 LTCM 破产的时候，同样的也是紧急降息了一次。那在进入了21世纪之后呢，联准会的第一次紧急降息发生在2001年，当年联准会是为了应对科技股泡沫的破灭，还有911事件的冲击，一共在例会之外降息了3次。然后就是2008年由房市崩盘所引发的金融海啸，联准会分别在那年的1月份还有10月份紧急降息。那最近一个案例发生在2020年的3月份，新冠疫情大爆发，造成了美股的暴跌，那经济也是岌岌可危的，所以联准会短不到半个月就紧急降息了2次，把基准利率从1.75%一口气砍到了接近0%。美股5号收盘一片凄凉，华尔街面临近2年来最坏跌幅，标普500惨跌3%，纳斯达克指数暴跌超过3.3%，道琼也下跌超过1000点，吓坏一票投资人。I think we have a combination of a growth scare and a Fed policy scare. Is there any need for an emergency Fed cut? Doesn't look like it in our opinion. 暴跌引发投资人呼吁降息，加上美国就业数据不如预期，大型科技股财报不佳，科技七雄无一幸免。苹果、亚马逊、特斯拉、Alphabet 全部下跌超过4%，AI 龙头辉达跌最多，跌幅来到6.4%，加总市值一系蒸发上看8000亿美元。VIX that we've looked at many times, and some of this is the election uncertainty because that was what started to bring it alive from the 12 level, but it's now today at one point
higher than 65. 华尔街大跌也波及欧洲股市，目前正在封奥运的法国指数下跌超过1.4%，德国 DAX 指数跌幅也达到1.8%，英国富时100更大跌2%。The U.S. economy is cooling. But cooling doesn't mean a hard landing or recession or an intermediate Fed cut, by goodness sakes. But the more volatility tourists we see and pseudo investment committee folks out there, the more opportunities to buy some of these great names like some of the Mag 7 individuals. 就怕投资人跑光，美股迎来空头，但日股却一甩前一天大跌阴霾。6号一早开盘就大涨7%，韩国 Kospi 指数也直接上涨了4.5%，市场的瞬息万变让人雾里看花。镜新闻综合报道。焦点转回了台湾，行政院主计处今天公布了最新的通膨数据，显示物价上涨的压力还是挥之不去的。而且在凯米台风过后，最近菜价又涨了一波。虽然台风之后的涨价效应通常都是暂时的，但是这也让下半年的通膨情势看来是更难缓和了。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年的通膨走势。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年增率呢，在去年夏天回落到2%的通膨警戒线以下，一度让外界有了通膨将要趋缓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那我们再看到今年的1月份，通膨其实它再度放缓到了1.8%，结果在2月份马上就冲破了3%，创下了19个月来的新高。而且到6月份为止呢，也就是截至今年的第2季，台湾的通膨率已经连续13季都是维持在2%以上，一直都高于警戒水准。而最新公布的7月份的通膨率又进一步加速到了2.52%。风灾还有豪雨导致7月份的蔬菜价格上涨了超过9%，让外食的费用持续的上涨。那房租也是继续涨的，而台币贬值也让进口物价继续的上扬，整体物价的涨势再度升温，让今年1月到7月的通膨率平均达到了2.3%。而经济部长郭志辉在今天表示呢，下半年台湾的生产跟出口动能是持续看涨的，但是景气热络对通膨的降温就起不了作用。主计处在7月底呢，才预估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望超过3.9%。那中研院呢，上一周也把全年的成长预测上修到了3.88%。即使是国际货币基金4月份所发布的展望呢，也都预测台湾今年会成长超过3%，来到3.1%。国际货币基金在4月的时候预测呢，今年台湾的通膨率有望回到2%以下。但是最近几个月，台湾的景气复苏显然超过了预期，那通膨的情势也在快速的变化当中。亚洲开发银行在6月份发布的预测当中，认为台湾今年的通膨率可能会来到2.3%。那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呢，比其他机构都是来得更高的。像是台经院就表示，目前呢就业市场稳定，薪资保持成长就会推升消费。而台经院预测今年的通膨率会超过2.1%，来到2.13%。而中研院也警告，下半年的通膨压力仍然是需要留意的。中研院预测今年的通膨率会在2.21%左右。最近公布的调查还显示了，超过60%的台湾消费者预期未来1年生活的成本还会继续的上升。而主计处呢，预估今年的通膨率仍然会超过2%，将会是连续第3年通膨率高于警戒线。而菜价飙涨呢，就是通膨下不来的主要原因之一。那民众现在想要吃饱又吃好，好像真的是很难。根据农粮署的统计呢，目前蔬菜的批发价已经来到8年的新高。而走一趟传统市场，一包四季豆的价格已经上涨了1倍，花椰菜更是涨了2倍。再加上中元节也快到了，猪肉的价格也是提前喊涨。那农粮署的官员就预计呢，整个菜价恐怕要到9月份才会回稳。传统市场随便挑几样菜就好几百起跳，菜价不再亲民。就丝瓜最贵啊，差不多50块就可以买这样一条。现在刚刚说78，现在都要带个2000块啊。以前呢？1000块就够。叶菜我前几天卖我120，隔2天跟我讲说，我今天卖180。一包四季豆过去摊商只卖50元，现在直接100起跳。根据北农统计，从7月底四季豆每公斤平均价150元涨到295元，涨幅96%。更传出有咸酥鸡摊已经不提供四季豆。
丝瓜也一口气涨115%，花椰菜最夸张，从100出头，现在飙到308元。台风加上高温威胁，想买平价菜恐怕得再等等。花椰菜比较不当季啊，那你比较不当季，量又少，所以说它就会缺货。做白菜都没赚什么钱啊，有时候不小心它会亏钱。不止菜价贵得吓人，随着中元节脚步近，民众祭祀需求高，猪价也蠢蠢欲动。批发价已经涨到每公斤90多块行情。110送给你。猪肉啊，它有分部位哎，最便宜应该200块吧，最便宜，最贵260。就怕中元节后紧接着中秋节进入烤肉旺季，高粱香肠价格不排除会再更贵。摊商建议提前预定，才能帮荷包减轻负担。记者李佩邱祥俊采访报道。我们再来关心南亚的情势。孟加拉在7月份，学生们上街头抗议公务员职缺配额制，但是原本的和平示威因为政府的暴力镇压，升级为致命的流血冲突，在全国各地激起了反政府的抗争。而抗争逐渐失控，执政15年，孟加拉国父的女儿总理哈希娜呢，在5号闪辞下台，搭机逃往了印度。民众知道了消息之后，纷纷上街狂欢庆祝，还有大批的民众呢，就闯进了总理的官邸，把官邸给洗劫一空。আমাদের খুব ভালো লাগছে যে আমাদের দেশটাকে স্বাধীন করা হয়েছে। আমরা একটা ডিক্টেটরশিপ থেকে উঠে আসতে পেরেছি।街头满满都是庆祝人群，先前爆发反政府示威，酿成至少300人丧命的孟加拉，在总理哈希娜5号闪辞下台，并且搭乘军机逃往印度后，群众难掩兴奋之情，纷纷在街头欢欣鼓舞。大批群众翻墙闯进位于首都达卡的总理官邸，在里头又是一阵搜刮洗劫，家具和被打碎的玻璃门碎片散落四处。抗议者拿走书本、花瓶也抱在手上，椅子、电视，所有东西通通不放过，甚至上演火烧车的惊悚场面。আমাদের দেশের অনেক ক্ষতি হচ্ছে, অর্থ সম্পদের ক্ষতি হচ্ছে, জানের লোকজন মারা যাচ্ছে। তো এগুলো থেকে আপনারা বিরত হন এবং আমাদের সাহায্য করেন। আমি সমস্ত দায়িত্ব নিচ্ছি।陆军参谋长萨曼宣布将组成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也承诺会和人民站在一起。军方从6号凌晨6点开始解除先前为了镇压示威而实施的宵禁。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with the people of Bangladesh. We urge all parties to refrain from further violence. Too many lives have been lost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several weeks, and we urge calm and restraint in the days ahead. 美国国务院也赞扬孟加拉军队表现克制，呼吁他们能用民主和包容的方式组成临时政府，尽快恢复和平。镜新闻林子蔡崇满报道。纵火烧公车，用木棍狂砸救护车。因为反对公务员职缺配额制度，上个月孟加拉爆发学运，数十万群众上街示威。眼见冲突持续升温，4号孟加拉当局紧急宣布全国宵禁，依旧挡不下全民怒火，最后示威演变成暴动。现场枪声大作，民众在尖叫声中逃命。孟加拉安全部队朝着人群开枪，冷血武力镇压。আমার সামনে দেখি 5টা লাশ আসছে, এরকম ছেলের দেখি মাথায় বুলেট, এই জায়গা থেকে মাংস উঠে গেছে, মানে死者家属心碎痛哭。从7月爆发示威以来，死亡人数攀升到近290人。পান করেছেন, আমি মনে করি তার এই আলোচনা কোনো কথা থাকলে অবশ্যই আলোচনার মধ্য দিয়ে সমাপ্তি হবে। ছাত্রীদের আন্দোলনের দাবি মেনে নিতে হবে। জুলাই হত্যাকাণ্ডের সমস্ত নিহত আহতদের প্রতিটি ঘটনার সুষ্ঠু তদন্ত এবং বিচার করতে হবে, যে জাতিসংঘের মাধ্যমে এই তদন্ত এবং বিচার ব্যবস্থা করতে হবে。这场示威是孟加拉史上最严重的动乱之一，也是76岁总理哈希娜执政15年来最严重的动乱。哈希娜下令安全部队把枪杆子对准人民，更让示威抗议从社会危机演变成哈希娜被要求下台的政治风暴。金雄瑶、慧文、黄品杰报道。
而英国最近也爆发了13年来最严重的示威跟骚乱。上周发生了一起随机杀人事件，结果造成3名女童的死亡。网络上就谣传凶手是穆斯林的移民，激发了极右派人士的反移民示威潮。即使政府已经公开凶手的身份是卢安达裔的英国人，但是各地的骚乱仍然持续的扩大。短短6天的时间，已经有接近400个人因为跟警方冲突或者在街头施暴被逮捕。民众一阵怒吼，朝警察大步推进，警民冲突越演越烈。垃圾桶用力推向警方，民众把任何唾手可得的物品当成武器，还有人手拿砖头，愤怒值升到最高点。英国各地连日暴动，逼得英国首相施凯尔5号临时找来警察总长、司法和国防部长召开紧急会议。We will have a standing army of specialist officers, public duty officers. 请诠释不到2周前，一名17岁少年残忍刺杀3名舞蹈教室的女童，引发人神共愤，却因为凶手未成年无法公布身份，举国上下开始肉搜，极右派人士却误信网络假消息，直指凶手是穆斯林移民。Well, I feel threatened, scared to come out of my house. We've never seen this kind of far-right group active against anti-immigrant. 太多穆斯林无端受到攻击，逼得法官不得不公布凶嫌真实姓名，却被起底他来自卢安达，反让极右派人士更合理化自己的行为。Stop people coming over, you know, who they know nothing about. 但英国有许多产业仰赖大批移民，反移民浪潮兴起，也让政府左右两难。To be honest,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m looking at options of moving away from this country. 记新闻李梅杰、黄品杰报道。再来关心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一点一点的升温，就像是温水煮青蛙。北韩这个星期又交付了新型的战术弹道飞弹发射车。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举办的装备交接仪式上面呢，表示会在短时间之内升级北韩核武的力量。一辆辆车子整齐划一停放在平壤的广场上，现场还释放起烟火。北韩在4号交付250辆新型战术弹道飞弹发射车，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交付仪式。他在演讲中表示，拥有强大的力量才能保障真正的和平。北韩可以选择要对话还是要对决，但需要彻底做好对决的准备。他还强调，美国并不是执政几年后就会下台的政府，而是会代代相承的敌对国家。韩媒分析，这也代表无论美国11月的总统大选结果为何，北韩依旧会持续发展核武。 한미 정보당국은 북한군의 무기 개발 동향을 지속 추적 감시하고 있고. 北韩积极发展国防事业，但是民生经济却出现大漏洞。日前，北韩的新义州地区淹大水，金正恩和官员们淋雨搭乘汽艇巡视灾区。他还一度差一点撞到树，还好只是被树枝扫过。他摸了一下头发，整理发型，但仔细看，船只上金正恩一人坐一边，另外一边有3名官员。被外界认为金正恩的相扑及体重可以以1抵3维持船只平衡。 김성은 동지께서는 침수 지역을 돌아보시면서 커다란 우려를 표시하시고 这次洪灾传出死亡失踪人数高达1500人，还有数千间房屋被摧毁。俄罗斯总统普丁3号向北韩表达了哀悼之意，并承诺提供及时人道援助。记新闻刘真谢宏报道。 日本航空最近针对台湾推出了机票的折扣，吸引了不少民众上网抢票。除了要庆祝台日开航65周年之外，那日航显然也希望借由促销的活动拉抬获利。日航在日前公布了今年4到6月的一季纯益大减将近40%，主要是因为人事成本的增加，而且之前日元重贬推升了燃料的成本。 洒水欢庆台日开航65周年，象征历史性一刻。日航出动世博彩绘机来载旅客，就是刚好暑假带小朋友去那个
去日本玩，就蛮幸运的啊，就是今天遇到这个活动这样。我们是要到青森，所以我们会先在羽田转机，然后才到青森去参加睡魔祭。多数旅客选择日航，就是看准转机利多。以长荣飞东京经济舱来回2万块，华航则是1.6到1.8万。但选择日航飞东京价格差不多，但在转乘日本国内线，不管长短程，只需付2000元，等于2万有找就能任意走跳其他城市。羽田机场有很好的一个内陆的一个 network。可以飞到日本全国各地，包括 Okinawa 最北到北海道。每个人可以携带2件托运行李呢，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锁定台湾人爱去日本，光今年上半年就多达300万人次赴日，全年有望突破600万，超越2019年水准。但在疫后停飞的高雄东京航线，短期恐怕不会复飞。今2030年までに新しい機材の購入計画を立てていますので、まずそれを経て、まだ十分に戻しきれていない大阪線、名古屋線、こちらの方を先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にまず思っています。相较国际航空布局2线航点，包括飞九州、熊本、花卷，来回均价落在1万元以下。但日航飞2线城市航点少，得先到大城市转机，就看旅客怎么选择。记者刘佩、徐伟成采访报道。日本青森县的睡魔祭被誉为日本的3大祭之一。那每年这个时候呢，青森市区都会有超大型的睡魔灯笼上街游行，跟台湾的元宵节花灯游行有一点点类似。那今年睡魔祭的游行队伍当中呢，有一座睡魔灯笼，竟然是来自嘉义的妈祖还有虎爷，带你一起来看。日本青森夏季最大看点的睡魔祭热闹登场。有在千里眼还有顺风耳身后的正是远渡重洋的台湾妈祖。今年算是青森港开港400年，青森自己也有妈祖，台湾也有妈祖，那这边也有一个台湾人在一起制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所有的那个要素都聚在一起，非常好的一个主题。来自台湾的黄晓雯，2022年开始参与制作睡魔。去年他建议以妈祖为题，但掌握决定权的睡魔师却只想做千里眼和顺风耳，因为这对睡魔师来说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传统信仰还有神话故事当中少见女性角色，让女性睡魔相对罕见。走访先生的第一次就献给了妈祖。而且设计图总要有所本。黄晓雯今年1月返乡投票，回到了故乡嘉义。她遇到了有缘人协助牵线，获得了朴子配天宫不动天后的资料，便决定以此为原型。但正面主题决定了，那背面呢？因为配天宫的虎爷其实也蛮特别的，因为通常虎爷是在桌子下面，但配天宫的3只虎爷是坐在桌子上。配天宫的虎爷，一个看天，一个看地，一个看人，是妈祖的得力助手，也是斩妖除魔的神明。睡魔正面有龙，背面有虎，又能配成一组。台湾の皆様にこのねぶた祭りっていうのをいっぱい知ってもらえるきっかけになったかなと思ってるんで、いつも台湾のことをいっぱい知れたんで、もっともっと交流を深めていけたらなと思います。按照惯例，睡魔灯笼如果没有得奖，8月7号祭典结束之后就得要销毁。今年的妈祖睡魔能否撑到最后，只能交由天注定。金新闻综合报道。明天晚上9点半，请持续锁定86台金转全球节目，最后带您到西班牙。金转全球，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